全名 Michael Anthony Singletary。等一下，这到底是台湾的 LBJ 还是 Anthony 啊？Hey,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to my 路，欢迎来到我的篮球频道。那去年呢，台湾有2支球队在打一个联盟，叫做 ABL， 就是一个东南亚很多国家球队的联盟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强度非常的强哦，每一次看都很紧张、很刺激。然后它总是会有那种就是国家对国家的感觉。因为我在北部啦，所以我看比较多富邦勇士的比赛。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2次对到那个联盟第一，就是泰国莫诺吸血鬼队。第一场在和平馆，他们一出场的时候呢，我想说，哇，这个根本就是一堆外援的球队嘛，先发5个人都是黑人呢。我想说，这个是泰国还是美国队怎么搞的？那么第一场呢，勇士队打得非常的好，赢了1分。但是第2场在泰国打到延长赛呢，输了4分。当时在看这2场比赛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泰国队有一个7号，我真的超不希望他拿到球的，因为他外线非常的准，而且他切入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挡得住的。不过呢，莫名其妙，疫情发生之后没有 ABL， 结果这位球员他就跑来富邦勇士，真的很感谢小老板 Chris 让他来台湾，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跟这个很厉害的球员聊到天。那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富邦非常火力强大的箭头，进攻的万花筒辛特利 Michael Singletary。全名 Michael Anthony Singletary， 在台湾人们叫他辛特利或者是台湾 LBJ， 因为他非常壮，总是可以撞开对手，并且完成上篮。身高66寸198公分，226磅103公斤，主打小前锋或大前锋的位置。1988年9月19号出生于美国德州的 El Paso， 毕业于休斯顿的 Kingwood High School， 大学在 Texas Tech 德州理工打满了4年。毕业之后来到欧洲的比利时和蒙蒂内哥罗打球，然后南美洲的乌拉圭，接着回到美国的 G League， 打过火箭和鹈鹕在发展联盟的球队，日本的 B League， 意大利的2级联赛，菲律宾的 PBA 联赛，再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泰国 Mono Vampire 莫诺吸血鬼，打了4年，在2020-21赛季则是为 P League 的台北富邦勇士出赛。曾经拿过的奖项有2013年 NBA D League 冠军，17-18年泰国联赛 TBL 冠军，17-18年的联赛年度 MVP，2021年和台北富邦勇士拿下 P League 第1届的总冠军，和获得总冠军赛 MVP。Mike 是个适应力非常高的球员，大部分担任小前锋的他，可以适任场上很多不同的角色。Mike 是一个射手，有切入的速度，有挑战禁区常人的对抗性。他的体格也让他的防守成为对方进攻球员最不想碰到的人，就连联盟最重量级提供130公斤的王柏智，还是没有办法把 Mike 顶开，被打了很多球净算加法。Mike 最喜欢的球员是 LeBron James， 虽然大家都说 Mike 跟 LBJ 一样有挡不住的力量，坦克式碾压的切入，并且常常净算加法 and one， 我倒觉得 Mike 的球风比较像 Carmelo Anthony。他的投篮非常准，是一个稳定的炮台，尤其在攻守转换的时候，他的切入还有他非常强壮，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的进攻。别忘了 Anthony 在金块时期打内线，他也是非常凶狠的，只是 Mike 比较少像 Anthony 一样，个人单打一直试探步的跳投，还有比较少背对篮筐的低位单打而已。你们看这个动作，根本就跟 Carmelo 一模一样。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造就一个这么厉害的球员呢？让我们先把时间倒回1988年的美国的德州 El Paso 是一个在德州最左边的一个城市，就在墨西哥和新墨西哥州的边界上面。这里是 Michael Singletary 的出生地。妈妈 Carmen Singletary 和爸爸在 Mike 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Mike 和弟弟 Robert 就跟着妈妈这边的家族一起长大。妈妈在一间石油公司担任主管的工作，独自抚养2个小孩，开明的教导风格和以身作则，让 Mike 的个性深深的被妈妈影响。妈妈这边的家族成员每一个人都非常热衷于几乎每一种运动。妈妈自己打排球就打得蛮好的，爷爷和叔叔们则是打棒球和美式足球。跟一般我们了解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比较不一样的是，Mike 一直到14岁的时候，他才接触美式足球和篮球，因为妈妈认为年纪太小就玩这种大量身体接触的运动会造成运动伤害，所以他一开始接触的反而是棒球和足球。在大约13岁的时候， Mike 突然觉得他不想要再每天让人拿球用力往他的方向砸，再加上身高突然长到了6尺2，就是188公分。爷爷当时发现了 Mike 独特的篮球天赋，所以他当时做了个决定，
专心朝篮球发展。虽然接触这个运动的时间比一般人晚，但是 Mike 回忆到，其实他小时候玩棒球和足球的时间并没有浪费，反而训练了他很多对球的手感还有协调性。Mike 深深地爱上了篮球，在家里的车库也有一家后院的篮筐，附近大小的公园总是能够看到 Mike 打球的身影。那家里的电视基本上只转体育台，在那个 Jordan 的年代，后来搬到 Houston 附近的 Mike 经历了94、95年 Hakeem Olajuwon 的火箭2连霸， Mike 自然而然地成为始终的火箭迷。就读 Kingwood 高中的 Mike 高2的时候拿下全州5A 的冠军。2007年高4的时候 Rivals.com 评选 Mike 为全德州排名第5的球员，他也在德州教练联盟的明星赛获选为 MVP。大学加入了 Texas Tech 德州理工，成为史上胜场数第4名的名人堂教练 Bobby Knight 队上的一员。大学4年平均12分、5篮板、1.8助攻。其实你不会觉得 Mike 是多特别的球员呢，就是在得分上面还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在大2时有一场比赛对上 Texas A&M 德州农工，拿下了43分，连续拿下比赛最后的29分，排名校史第4。大学4年的1142分则是排名校史的第24，就有一点像是一个选对日子就很有得分爆发力的球员这样。当时2011年大4快要毕业的 Mike 满脑子只想着 NBA， 所以毕业后兴奋地参加了 NBA 选秀，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Mike 落选了。一般来说没有上 NBA 的话 G League 就是第2个选项，但也是刚好都没什么消息。直到过了2个月，经纪人得到一个比利时球队的合约。当时21岁的 Mike 才刚结婚，就要离乡背井到这么远的地方打球，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啊，因为家庭对 Mike 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在 Mike 的最佳搭档也是他的太太 Alec 的全力支持下， Mike 决定到欧洲打球。他对太太说，我绝对不会丢下我的家人不管，无论我在哪里我们都不会分开。 Alec 辞去了他原本的工作，改当线上 ESL 的英文老师。就这样，这对年轻夫妻开启了他们环游世界的篮球之旅。之前的2支洋将影片有提到，作为一个外援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离开家乡打球，场上要适应，生活要适应，最重要的语言也要适应。那时欧洲球队选人有点像就是看了一下球员的影片，觉得应该可以改造一下这个球队，就提供了这个合约。Mike 回忆到在欧洲打球的期间，其实打得很糟糕，他还不知道当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上场的时间，在球队上也是主力球员，常常都是有球权的那一个，可以主导很多事情。但是来到欧洲，突然 Mike 不再是球队的招牌了，而是要试着融入整个球队、整个体系。Mike 觉得自己当时年轻很不懂事，而且觉得自己很自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只要有付出就是想要回报到自己身上，不太会用整个球队的角度去思考。在欧洲其实总共才打了23场比赛，他最擅长的得分，平均每场只能得8分而已。从小爱篮球的 Mike 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他甚至想要放弃篮球了。这个时候他在欧洲最好的搭档妻子 Alec 问他 Basketball好きですか？ 你真的喜欢篮球吗？如果是，你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自己变强，让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些。如果不是，那我们回家吧。原本以为妻子会好好安慰他的 Mike 突然间被打醒了，他静下心来思考这一路走来的一切。没错啊，我是爱篮球的，只要从我自己开始改变，我相信周围的事情都会顺利起来的。在欧洲打了1年之后，加入休斯顿火箭队发展联盟球队 RGV Rio Grande Valley Vipers 毒蛇队，拿了一个冠军。找回动力之后，事情好像就慢慢好转了起来，自然机会也越来越多。下一站则是来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亚洲，在日本短暂打了一阵子之后，Mike 在菲律宾慢慢的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在2个球队平均能够得到33分、20分之外，还能抓下13个篮板。其实 Mike 在菲律宾的时候就来过台湾打球了，在2016年第38届的琼斯杯 ，Mike 就跟着 Mighty Sports 这支球队来到了台湾，以全胜的战绩拿到了第1名。Mike 带着场均双10的成绩，来到了他生涯翻转的球队 Mono Vampires 泰国莫诺吸血鬼队。在这里，他获选了 ABL 年度最佳前锋、年度最佳球员和年度最佳外援。在疫情之前，吸血鬼队是 ABL 联盟的霸主，台北富邦勇士的强敌，平均22分、10篮板、4助攻，还有 1.9 抄截。
结果没想到疫情爆发，富邦勇士竟然补强了到这个超强小前锋。Mike 在富邦每场平均能够贡献 20.3 分、9.8篮板、4助攻，还有 1.3 抄截。有了台湾 Anthony 的富邦勇士战绩在 P League 一路领先，以19胜5败、7成9的胜率，联盟第一的姿态进入季后赛，最后拿下了总冠军。在冠军战系列对上台新梦想家，每场平均 23.2 分、12.2篮板、9助攻，平均几乎要大3元的全能表现，也获选为总冠军赛的 MVP。从欧洲开始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到成为总冠军赛 MVP， 在这当中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调整。首先是对不同的环境文化保持了一个开放的心态，试着探索不同的地方，吃美食，和队友相处，和球迷交流，享受生活的这个心情，其实对场上的帮助非常的大。再来是比赛前的准备，跟他一开始打球的准备实在差10万8千里。Mike 说他以前打球的态度是这样：我们这礼拜有比赛是不是？好啊，我来看看这个礼拜我有练球，我的身体没有哪里不舒服。OK， 我准备好了，来吧。这个态度是不是我们打33的态度啊？难怪当时 Mike 没有办法准确执行教练的要求，因为他根本对比赛不够在意，不够专注，会挫折呢也是理所当然的。Mike 后来发现这样子是行不通的，天赋只能带你到一定的程度，后天的准备才可以带你更上一层楼，并且待在那个位置。自我反省之后的 Mike， 接下来如果是周末的比赛，他会用1周的时间准备。首先了解他对位防守的对象，从影片当中了解对手习惯做什么，要怎么样才能让对手每一次的出手都很不舒服。他上一场比赛的防守策略和进攻习惯是什么？如果我们被对方守住，那我可以做什么？我的传球对象有谁？不同的组合要怎么样应对？每一场比赛之前Mike 都会控制在一样的时间到达体育馆，花45分钟的时间练习他的投篮，再去参加球队的会议。准备的越充分，比赛才会有持续稳定的表现。除了赛前的准备和以前不一样，关于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是一门学问。Mike 从 Jordan、Kobe 和 LeBron 的影片当中学习如何不让年纪影响他场上的表现，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原本是爆发型的表现到持续表现好，并且延伸到整个球季。他也呼吁所有的年轻球员，一路上要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知识，不断的学习，倾听，这才是开发自己潜力并且不断进步的关键。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在场上的富邦辛特利像一只野兽的存在，每一次的身体对抗进球，还有每一次的大吼，还有他可怕的得分爆发力。不过场下的辛特利和他场上狂野的样子几乎完全相反。和 Mike 聊天过的人都会觉得他可能是你碰过最有亲和力的人之一。Mike 被妈妈和奶奶的影响，从大学开始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待在厨房，享受备料和烹饪的过程。最喜欢的食物还是德州的牛排和马铃薯，还有培根酱意大利面。喜欢下厨，对当球员的 Mike 来说，其实好处蛮多的。因为球季当中饮食必须要控管，吃对的东西对身体的修复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且一定要跟糖这个东西保持社交距离。休赛季就让自己相对放松一点，因为 Mike 觉得如果太严格到觉得厌烦，对他来说也没有办法很持久，偶尔还是会让自己一周有一天能够品尝一下世界上的美食。Mike 一直记得从小和亲生父亲没有什么交集的那一段时间，这个经验呢，让他现在更想做一个能够参与小孩成长过程的爸爸。Mike 认为，不一定要控制或刻意做什么事，能够在他儿子 Paxton 的身旁陪伴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休赛季的 Mike 会和一些高中和大学一起举办篮球夏令营。Mike 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功方程式，唯一不变的是，你必须要持续并且享受训练的过程，看着学生们突破自己，不断的进步，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除了传递篮球知识之外， Mike 也是个空中英语教师，学生也是遍布全球啊。对于篮球之后的生活呢，他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Mike 想带着他的家人环游世界，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认识不同的人们。大学主修商业和社会学的 Mike， 最近他说对金融理财方面有一点兴趣，还有想学一些不同的语言。在 Mike 左手臂上面刺了他叔叔最喜欢的经文，胸前还有肩膀的刺青呢，则是儿子 Paxton 还有他们旅行过的地方。近期他透露还会有一些新的刺青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最喜欢的艺人是 Drake， 在比赛之前呢 ，Mike 都会往自己的胸脯轻轻敲7下之后，做一个指向天空的动作。
7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有着完全的意思，也是妻子 Alec 最喜欢的数字。指向天空呢，是为了向天上的爷爷和叔叔们致敬，告诉他们：嘿，我在这里，希望我能够让你们感到骄傲。如今的 Mike 不只是总冠军赛 MVP， 证明了他的价值。场下他更是个好朋友、好爸爸。我想认识他的人，应该都觉得他真的做得很棒吧。Mike 非常看好亚洲接下来的篮球发展，他也很开心这个世代的篮球已经越来越国际化，很多的美国球员也更积极的想要到海外打球，而不像之前一样只有打 NBA 而已。Mike 自己有提到，如果能够为一个国家队出赛，那应该是很酷的事情。那种肩负整个国家荣耀的滋味一定很特别，有可能会变成完全另外一个球员。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 ，Michael Singletary 已经决定带着他心爱的家人，准备在第2季回归 P League， 回归富邦勇士喽。新特利的这个篮球环游世界之旅，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就让我们一起经历这一切吧。如果你在 YouTube 搜寻 Michael Singletary 或者是 Mike Singletary 记得要加篮球 basketball， 不然你会找到一个美式足球跟他名字一样的人。搜寻这个名字，你会发现他有一堆进攻的高光。那 Carmelo Anthony 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进攻万花筒，我真的觉得超像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讨论，因为这个名字算是我发明的。这样，在跟 Mike 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有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篮球生涯当中有没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帮助你最多的人，或者是你从他身上学到最多东西的？那麦克是说，当然啦，这个答案很多嘛，不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果你要真的要选一个最关键的话呢，他觉得关键是他的太太 Alec。我觉得他对麦克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赤木晴子的角色一样嘛。本当にバスケットは好きですか？你真的喜欢篮球吗？而且这样一路下来，我觉得他是麦克最好的教练，因为他会一直挑战麦克去超越自己看他打球那么久了，只要他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实力，或者是他可以发挥得更好 ，Alec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并且真实的说出来哪里做得不好。我觉得这个真的示范了什么叫做最佳的拍档，才会让你持续的成长，而不是只有粉饰太平，就永远只有好球没有不好。如果有真的不好的地方，就直接说出来。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到最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都会蛮感谢那些过程的。不过如果要这么真实或直接的话，我觉得它都是一定要有一定的信任感存在。那希望我们身旁呢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存在，或者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找得到。还有一个了解到的是在这个总冠军赛 MVP 的奖项背后有很多努力，很多的准备，往往是你无法想象的。If you want to look good in front of thousands, you have to outwork thousands in front of nobody. 你必须在私底下比千万人还要努力，你才有机会在千万人面前表现得非常的亮丽。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那不管怎么样，多多支持台湾篮球，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更多我们喜欢的洋将来到台湾打球。这样我搞不好就有机会认识 NBA 球员了。也希望因为他们的关系，台湾篮球的等级能够越来越强，然后在国际赛上更有竞争力。影片的最后呢，你们还希望了解台湾哪一个洋将呢？我试着努力去认识他们看看，然后有机会再说故事给大家听。喜欢的话帮我分享、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 Skip to my Lou 的影片。谢谢你们的收看。That's it from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